大的赤曜路先祖，请赐予您的子孙撕裂荒野的力量！力量！黑岩！血纹显现，是血纹战士，先祖庇佑，黑岩觉醒了。石渊，这是在哪儿？来自东方大部落的巫，青鹿部落就靠你了。他在那儿傻站着干嘛呢？怎么没有变化呀？时间到了，图腾毫无反应，石渊觉醒失败。果然还是失败了。族长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废物？连最温和的赤劫都无法吸收，他的身体里根本没有先祖的血脉，白白浪费了一份心头血呀！要是给我的孩子用，废物！刚才那一瞬间，我明明隐约察觉到了弟弟的图腾火有一丝异常变动啊，难道是错觉吗？整整15年，部落用最好的肉养着你，今天又把最珍贵的青族心头血用在你身上。你连一丝血纹都逼不出来，我们青鹿部落你们比我清楚。北边的2年的寒潮又冻死了我们多少族人，每一口食物都是战士们拿命换来的。按部落的规矩，未觉醒者如果在下一个旱季到来之前不能对部落做出足够的贡献，将被剥夺青鹿之名，贬为无族者。石渊，你还有半年的时间，半年后如果你还是个只会浪费粮食的废物，我会亲手把你扔出河谷。不用。半年，我记住了。半年后就是旱季，一具无法觉醒收血的孱弱躯体，一个视力量为一切，将我视为废物的部落，简直是天崩开局啊！没有系统，不能受血觉醒，那又怎样？我有领先你们几千年的文明智慧，更有无数次在生死边缘摸爬滚打的求生经验。你们崇拜野兽斗的力量，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改写世界规则的力量。叫我废物，那就走着瞧吧。这具身体已经整整1天没有进食了，刚才的觉醒仪式抽干了我最后一丝力气，得赶紧找些吃的才行啊。根据原主记忆，这里经常有毒虫出没，部落的采集队很少来这边。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越藏着生机。附近有河流，河村边的土粘性极强。这种土经过简单的水洗和揉捏，简直就是最完美的制陶原料啊！部落里现在用来装水的容器，不是兽皮糖就是硬壳果实。兽皮糖容易漏水发臭，硬壳果实容量太小，且无法放在火上加热。如果能烧出陶器，不仅能解决储水问题，还能把食物煮熟，极大的降低部落里的寄生虫感染率。第一步计划的原料有了，接下来是填饱肚子了。叶片边缘带着锯齿，茎干紫红色，表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这很像蓝星上的某种野生鼠鱼类植物的特征。没有刺鼻的异味，舌尖没有麻痹感，也没有灼烧味，基本可以确定无毒，且富含淀粉。好东西啊！有这些，至少今天不用挨饿了。在这片荒野里，好奇心往往意味着死亡，但那痛苦的喘息声，听起来太像人类了吧？是巨山，是部落猎队的副队长，也是血纹战士。虽然没有石猛那种半兽化的恐怖实力，但在部落里
也是排得上号的强者。该死！刚才光顾着在追捕一头受伤的独角羊了。裂地蚁，这种虫子单只不可怕，但它们是群居的。一旦让这3只侦察蚁尝到血的味道，不出半个沙楼的时间，成百上千只裂地蚁就会从泥洞里涌出来，把坑底的一切活物啃成白骨。今天自己肯定要栽这儿了。现在腿拔不出来，半边身子发麻，在这种地形下面面对裂地蚁群，血纹战士也只有死路一条。哪怕是死，我也要多砸碎几只虫子。闭上眼睛，留着力气，一会儿用。石渊，木灰能压制蚂蚁的信息素，让他们暂时失去方向，但只要有意志突破或者血腥气盖过灰的祈祷，整窝都会涌出来。2块巨石把巨山的右小腿死死卡住，石缝之间长满了麻兰藤，那种藤的刺是倒钩的，往外拔刺尖就往深里钻，这不是力量能解决的问题。你听我说，不要拔腿，越拔越深，你得往里送，顺着刺的方向推。等一会儿我叫你时，你再往右偏，一次转出来。废物，你懂什么？你现在半截身子发麻，再等一刻，腿就彻底失去知识，拔不动的时候，你连方向都感觉不到了。怎么做？应该够用吧？先等我一刻。这倒是个合适的支点。铁皮树木质极硬，反而是理想的杠杆材料啊！抓住藤，等着！现在往里送腿，顺刺的方向，右偏，转！出来了，腿出来了！抓藤，往上爬！麻蔓藤的毒不深，过1个时辰自己就散了，不会坏腿。但现在走不了快路，等一等，毒散了再动。你不用说话了，能动了就走。你是怎么知道那个灰能逼退虫子的？见过，在哪儿见过？梦里。哦，原来是图腾示意啊！今天的事儿，我巨山记着。别给他喝那个，水里有脏东西，喝了肚子会更疼。一个废物四子，连兽纹觉醒都不行，你又懂什么？在这个连文字都没有的原始时代，跟他们解释什么是寄生虫，什么是细菌，无异于对牛弹琴啊！他们只知道口渴了就要喝水，却不知道那些未经煮沸的生水，正是导致部落里每年旱季大批幼童和老人死于腹泻和高热的罪魁祸首。没有合适的容器，就无法将水煮沸。部落里目前能用来装水的，只有兽皮袋和木碗，这2样东西都无法直接放在火上烧。偶尔有人尝试用烧红的石头投入木碗中来加热水，但那种方法不仅效率极低，而且容易烫坏木碗，根本无法普及。必须尽快把陶器弄出来。看，那个废物又出来晃悠了。听说石猛头领昨天发话了，只给他半年时间，半年后要是还觉醒了血纹，就得滚出部落。半年，我看他连下个月的寒潮都熬不过去。没有猎队分给他的肉，他拿什么活？说不定现在就是去找族长求情的吧。哟，这不是我们尊贵的四弟吗？怎么，今天没去河边捡石头，跑到大帐来干什么？我要见族长。见族长？你听见了吗？这个连一只长耳兔都捏不死的废物，说要见族长。四弟，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妇人们晒肉干的架子在营地后头，大壮是部落议事的地方，只有觉醒了血纹的战士和头领才能进去。部落规矩，
任何族人只要关系到部落生死存亡的大事，都可以求见族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族长禀报。让开！生死存亡的大事，就凭你？他救了我的腿。一个连血纹都无法觉醒的废物，救了一个经验丰富的血纹战士。巨山，你脑子被树藤勒坏了吧？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赶紧松手，别妨碍我执行守卫的规矩。我再说一遍，他救了我的腿，他要见族长，我带他进。你让开！在外面吵什么？大赵是你们抢肉的火坑吗？大头主，巨山，你说他救了你，大头领，如果不是石渊，我已经成了裂地蚁的口粮了。他有办法对付那些虫子。你个废物，能对付裂地蚁？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今天到底想耍什么花样。多谢。你想说什么？这是鹿鸣丘边缘合并下的泥，我要用它给部落做一种容器，装水不漏，还能放在火上烧。哈！你昨晚没睡醒，还是脑子被风兽踢了？泥巴遇水就化，遇到火就干裂，这是3岁幼童都知道的事情。你拿一堆烂泥来大赵，是在消遣族长，还是觉得我们都很闲，有空陪你玩泥巴？万物皆有定数，石头坚硬，木头生火，泥土归于大地。你想改变泥土的本性，这是违背图腾的妄想。图腾之灵不会允许这种荒谬的事情发生。不就是把泥巴玩得顺手点吗？它现在确实遇水会化，但如果用大火烧透，烧上整整1天1夜，它就会发生蜕变，它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硬，不会漏水，可以直接放在火塘里煮肉、烧水。你凭什么觉得火能让泥土变硬？我在火塘边缘见过，经常被火烤的那部分泥土，比别的地方硬得多，而且不怕水冲。只要火够大，时间够长，泥土就会彻底改变。这或许也是图腾给我们的启示：火能带来毁灭，将木头化为灰烬，但火也能带来新生，赋予泥土、石头的坚硬。图腾的智慧藏在万物之中。族长，部落现在的兽胚带经常漏水，这您是知道的。装在里面的水放久了会发臭，里面会生出看不见的恶虫和水毒。族人们喝了生水和臭水，会肚子疼，会发热，尤其是刚断奶的幼崽和体弱的老人。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幼还在呕吐。每年旱季，部落都要因为喝水死掉好几个人。我们青鹿部落的人口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了。没有足够的人口，就没有足够的战士。没有战士，部落迟早会被周围的强敌吞并。烧这种东西需要大量的木柴。寒潮刚过，旱季还在继续，部落储备的干柴不多，我们要留着度过下一个冷天，还要用来烤肉。我不可能把珍贵的干柴浪费在你这个还没有被证明的妄想上。我不需要部落的好柴，林子边缘那些被虫蛀空的烂木头、潮湿的枯枝，只要能点着就行，我自己去捡。虽然潮湿的劣质木柴根本达不到烧制陶器所需的700-800度高温，但好在我可以先利用部落废弃的火场余温将湿柴提前烘干，再利用河谷的粘土和石块搭建一个半封闭的生焰式小窑。只要窑室的聚温结构设计得当，完全足以弥补燃料质量的不足。你只有一个人，捡柴、挖泥、烧火，你还要防备野兽，你做不出来。只要族长允许我做，我会想办法。我只需要一个机会。大赵后头那片靠近河畔的空地归你，我不给你人，也不给你食物，10天后你拿不出能在火上烧水的泥巴，就立刻滚出营地，不用等半年。好。族长怎么说？他同意了，给了我10天时间。巨山大叔，今天多谢你了。谢什么？你救了我的腿，我巨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虽然我听不懂你要用泥巴做什么，
但如果你需要搬石头或者挖土，等我腿好点，或者我休息的时候，我去帮你。好，到时候可能真得麻烦你。就只有10天时间，时间紧迫。陶土有了，接下来是建窑的耐火石块，还有大量的木柴。我一定要在这个蛮荒的世界里，亲手点燃文明的第一把火。建窑的第一步是选址，这可不是随便找块空地就能干的活。生烟窑需要良好的抽风效果，必须考虑风向。旱季的河谷，微风通常顺着河道从上游吹向下游。这里距离河水大约有20步的距离，既方便取水和取泥，又不用担心夜间河水突然上涨淹没窑炉。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地基足够硬，能够承受石块堆砌后的巨大重量。这就作为窑室的内部尺寸，这里就作为用来添柴和进风的火亭与通风道。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原始的材料，复刻出一个能够将温度提升到800度以上的半封闭热力学系统。建窑得用石头敲击窑壁，但普通的鹅卵石绝对不行。这种石头常年浸泡在水里，内部含有微量的水分和杂质，甚至存在肉眼看不见的微小裂纹。一旦把它砌进窑里，遇到几百度的高温烘烤，石头内部的水分会迅速湿化膨胀，产生巨大的内部压力。好东西，这敲击声音听着含硅量就很高啊，一定耐火。这具身体真是弱得离谱，就凭我现在的体力，别说在10天内建起一座半人高的生焰窑，就算是把建窑需要的石头凑齐，恐怕都得累死在这片河滩上。必须找帮手。巨山答应过会来帮忙，但巨山腿上有伤，行动不便，而且身为列队副队长，他可能还有部落的其他事务要处理，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巨山一个人身上。根据原主记忆，这个女孩叫阿朵，是2年前从北方逃难过来的。据说她的部落被苍狼部落吞并了，成年男子被杀光，女人被掠走。她因为当时在外面采摘野果逃过一劫，一路流浪到了青鹿部落的领地，被巡逻的猎队顺手捡了回来。在原始部落，没有觉醒血纹的孤儿是没有任何地位的。部落不会白白浪费珍贵的食物去养一个外人，阿朵只能靠帮部落里的妇人干些最脏最累的杂活，换取一点点残羹俗羹，或者像现在这样，在旱季干涸的河滩上寻找死鱼、烂虾，甚至是可以充饥的草根。我现在需要劳动力，而阿朵需要食物。原本还打算留着当今天的晚饭，看来眼今晚只能吃点了。喂，跑什么？我又不吃人。想吃这个吗？天下没有白吃的食物，帮我搬石头，把那种敲起来声音响亮的白石头和青石头搬到那个圈旁边，搬够10块，这块属于就是你的。怎么嫌少？不干就算了，我等巨山叔来帮我。活该！这个女孩的生存意志和吃苦能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啊！很好，就放在这里。记住，不要那种一敲就碎的，也不要那种圆溜溜的鹅卵石。袁少爷，巨山叔，你的腿还没好，怎么不在帐篷里歇着？这位是？
这是我家那不成器的大崽子，叫石木。我这条命是你救的，我说过要帮你搬石头挖土，就绝不食言。我这腿干不了重活，但我把石木带来了。这小子虽然还没觉醒血纹，但有一把子傻力气。袁少爷，你要干什么？尽管使唤他。巨山叔，严重了。袁少爷，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要造的那个陶器，就是用石头堆起来？不，陶器是用泥土做的，但泥土需要用火烧才能变成坚硬的陶。普通的火塘温度不够，热气全跑光了。我要建的这个东西叫窑。巨山叔，你看，平时我们在平地上生火，风一吹，火苗就到处乱跑，热气全散到了天上。我要用石头建一个大肚子小嘴巴的石屋子，把泥土捏成的陶坯放在石屋子的肚子里，在下面的嘴巴里烧火，这样火苗和热气就被关在了石头肚子里，跑不出去。风从下面吹进去，变成火的翅膀，让火烧得越来越旺，越来越烫。只有那种能把石头都烧得发红的火，才能把泥土变成陶器。把火关在石头肚子里。对于只知道在火塘里添柴的原始人来说，把火关起来这个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我懂了，傻站着干什么？袁少爷说要什么石头，你就去搬。要是耽误了袁少爷的大事，老子打断你的腿。是，袁少爷，你要哪块？那种越大越好，越平准越好。我们要先打地基。现在来了个更厉害的，不知道袁少爷会不会就不要我了。我还没搬够10块。你已经证明你的价值，我现在你会做另一件事。光有石头建不成窑，石头之间会有缝隙，火会漏出来。我们需要泥浆来把石头粘在一起。去挖那种黄色的粘土，不要表层的干土，要挖下面稍微带点湿气的。挖过来之后掺上水，再把一些干枯的杂草揉碎了混进去，像揉面，像揉肉丸子一样，把它揉得黏糊糊的。能做到吗？这块放在这里，压住下面2块石头的接缝。火塘的入口要留出来，两边用最平整的石头撑住。这里，对，留一个小孔，这是进风口。原来以为四少爷只是在做绝望的挣扎，但现在看着那个结构严密的石屋子底座，或许这个被所有人放弃的四少爷，真的能创造奇迹啊！今天就到这里，干得不错。10烈、10卯、10天后，我会让你们看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你什么时候来的？天刚亮，我怕泥干了，就先和了一些。吃了吧，吃完才有力气干活。今天我们要把上面的窑舍建起来，火比昨天更重。这是今天的报酬吗？算是预支的。吃。元哥，我来了。我阿爸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今天下不了地，他让我全听你的吩咐。元哥，咱们今天干啥？是不是要把这玩意儿封顶了？今天建窑室。窑室？那是啥？我们昨天建的这个半米高的石基是火藏，火藏是用来烧柴的地方，但我们要烧的泥土不能直接放在火里烤，那样受热不均，很容易炸裂。所以我们需要在火槽上面再建一个空间，这就是窑室。窑室和火槽之间要用石板隔开，但不能完全封死，要留出几个孔洞，这样火槽里的火焰和热气就能顺着孔洞窜进窑室，把里面的泥土均匀的烤熟。这就是生焰窑的原理。一会儿用你带来的那根原木和青石。石木，你去河畔上找几块平整的长条形石板，越平越好。阿朵，你继续和泥，这次泥浆里多加一些干草，我们要开始做泥砖了。小心点儿，石板必须打稳，
这关系到整个窑室的承重。从石板边缘开始，一圈一圈往上垒。记住，上一圈的泥砖必须压在下一圈2块泥砖的接缝处，这叫错缝砌桩，这样墙体才不会倒。收口，往里收。窑室的顶部必须是圆顶，这样才能把热量聚拢在里面。是黑草婶子的声音。他家的小崽子前天就开始拉肚子发高热，看来是没挺过去。继续干活，只有把窑建好，烧出能煮水的陶器，才能让这种哭声停下来。哟，这不是我们部落的大智者石渊吗？我当你在折腾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原来是在这玩泥巴呀！怎么觉醒不了兽血，打算把自己埋进这个泥包里等死吗？族长也是老糊涂了，居然信了你这个废物的鬼话。部落里每天都有人死，你却在这里浪费部落的土地和时间。我看这破泥包就是个笑话，不如我帮你砸了，省得10天后你丢人现眼。这泥墙刚刚砌好，还没有阴干，如果被这一棒子砸中，绝对会瞬间崩塌。你敢！石木，你敢拦我？渊哥是在救部落，族长答应过给他10天时间，谁敢动这个窑，我就打断谁的腿。反了你了！住手！族长，这小子妖言惑众，带着他在这里胡闹，我只是想教训教训。闭嘴！石渊，今天又死了一个孩子，部落的干柴储备也快见底了。你最好祈祷你这个所谓的窑真能烧出不漏水的容器。10天之约如果做不到，不用石猛赶你，我会亲手把你扔进鬼窟林喂狼。族长放心，10天之内，我会让青鹿部族喝上干净的开水。渊哥，你没事吧？没事，脱力了而已。窑体的主体已经建好了，接下来需要阴干2天，但我们不能闲着，必须去准备烧陶用的陶土。阿朵，去把你的藤筐背上。石木，带上你的石矛。小心脚下。别惊动他们，绕过去。就是这里，这种土粘性大，杂质少，是最适合烧陶的材料。开挖吧。石英砂，纯粹的粘土在烧制过程中，由于水分迸发，极易发生收缩和炸裂。如果在粘土中掺入适量的石英砂作为契合料，就能大大增加陶坯的耐热性和稳定性，提高烧成率。这简直是天赐的礼物。把这些灰白色的沙子挖一些，分开放。渊哥，这沙子不能吃也不能烧，要它干啥？这可是防止泥罐在火里炸开的宝贝。是硬甲獾，皮糙肉厚，力气极大，性情凶猛，普通的石矛很难刺穿他的硬甲。别硬拼，他的弱点在腹部和眼睛。阿朵，把左边那块石头推下去。就是现在，刺他的眼睛！我居然单枪匹马击杀了一只硬甲獾！原来渊哥不仅懂剑窑，连打猎都这么厉害。干得不错，今晚我们有肉吃了。硬甲汉，
平时列队遇到，至少需要3、4个好手配合，用石矛和鼓棒轮番消耗，才能无伤拿下。现在一头成年的硬甲汉，竟然被3个半大孩子带了回来。渊哥，他们都在看咱们。走你的路，肯定是石木猎物直接扛到你阿父的帐篷前，碰上了受伤的。不要理会其他人，那个连血纹都觉醒不了的废物，也配打猎？阿父，看我打回来的！你小子一个人干的？我下的手，但多亏了渊哥指挥。渊哥让我别硬拼，让阿朵用石头砸他后背，我趁他停下的那一下，一矛就扎进去了。阿父，你不知道，渊哥连他往哪边扑，什么时候停顿都算准了。我就站在那儿，他自己把眼睛撞到了我的毛尖上。这哪里还是那个被人戳脊梁骨的废物？袁少爷，这猎物是你们打的，按规矩你们自己分。居山叔，他的皮和骨头归你，你拿去换些好草药，把腿养好。部落现在缺人手，你得快点站起来。肉分成3份，我和阿朵各拿1份，剩下的1份留给石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干的都是力气活，没有肉，扛不住。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一早还在河滩集合。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建窑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如何把这些泥土变成合格的陶坯。这些粘土刚从地陷坑里挖出来，里面夹杂着一些细小的草根、碎石和干枯的虫壳。如果直接用来制坯，烧制的时候这些杂质会气化或膨胀，导致陶器炸裂。需要把泥块彻底砸碎，然后挑出里面的杂质。你怎么来了？肉你自己吃，明天还有重活，你不吃东西撑不住。我吃过了，我把骨头缝里的肉剔下来吃了，这块留给你。你懂得多，你不能倒下。处理完粘土，接下来是关键的一步。这些沙子颗粒大小不一，必须经过筛选。可如今没有筛子，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了。渊哥，这沙子到底有啥用？泥土在火里烧的时候会变干收缩，如果全都是泥土，收缩的太厉害，泥罐就会裂开。掺入这种沙子，就像在泥土里打了一层骨架，能撑住它，这叫插合料。我来捏，我力气大。接下来就是醒泥了。你去河边打来半罐清水，一点点洒在混合好的泥沙上，把它用宽树叶包起来，放在阴凉的地方，让泥土里的水分自己跑匀势。明天一早，我们开始捏泥罐。元哥，泥团我搬过来了。今天教你们捏泥罐，看仔细我的动作，这关系到我能不能活过10天之约。这就叫盘筑法。粘土太黏，烧的时候容易裂；沙子太多，捏不起来。我们加进去的石英砂就像是骨头，粘土就是肉，骨肉相连，烧出来的陶器才结实。泥条之间绝对不能有气泡，缝隙必须磨死。只要有一点没捏紧，或者里面藏了空气，放在火里一烧，整个罐子就会炸成碎片。弧度均匀，内壁刮得十分平整，甚至比我捏的还要规整几分。这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孤儿，有着惊人的观察力和动手天赋。阿朵，你照着这个样子，多捏几个小碗和宽口的泥盆。
石木，你去河边挖些湿沙子过来，铺在背风那块大岩石下面。捏好的泥罐要放在沙子上阴干，绝对不能直接暴晒，否则会裂。可以烧了。烧窑需要极其庞大的燃料支撑，要把窑内温度推高到800度以上。普通的几根枯枝根本无济于事，必须动用部落储备的粗大干木。站住！族长有令，部落干柴见底，任何人不得私自动用柴堆。这些木头得留着晚上给大赵生火取暖，还得防着野兽。你想烧你那个破泥包，自己去林子里捡树叶去。放屁！元哥建窑是为了给部落煮水治病，族长答应过给他10天时间，你敢拦我们？我管你煮么水！族长只说给你10天时间，可没说要把部落救命的干柴给你糟蹋。有本事你让族长亲自来下令，否则今天哪怕是一根树枝，你也别想拿走。石木，算了，我们走。渊哥，就这么算了？没有干柴窑怎么烧？他不给，我们自己找。带上藤筐，叫上阿朵，我们去挖火石菇。之前去森林时，我看到了许多巨型蕨类，这些蕨类枯死后，粗糙的茎干会变得像木炭一样干燥，是极好的燃料。小心脚下，别踩到裂地蚁的巢穴。元哥，你看我发现了什么？你们将阴干的泥罐和泥碗小心翼翼地顺着顶部的开口放入窑室，泥胎稳稳地放置在石板隔层上，彼此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隙，确保热气能够均匀流通。点火，先用小火，加细一点的蕨羹，不要加粗木头。烧陶的第一阶段是脱水，一开始火太猛，泥胎内部的残余水分会迅速沸腾气化，将陶器直接炸成碎片。必须用温和的火焰慢慢烘烤，让水分一点点渗出。渊哥，这个泥罐烧出来，真的能装水不漏吗？能，泥土经过大火的淬炼，就会脱胎换骨，变成另一种东西。它会比石头更轻，比木头更硬，水火不侵。真能装水，部落里就不会再死那么多人了。我以前的部落，就是因为喝了脏水，病死了很多人，最后才被苍狼部落打败的。你是个好人。好人，在末世般的荒原大陆，好人死得最快。我做这一切，首要目的是为了向石烈证明自己的价值，换取在这个部落生存下去的权利。至于救人，那是价值体现后的附属品。石木，加粗柴，把火石菇和兽骨全填进去，把火烧到最大。继续加柴，不要停！烽火，剩下的就看天意了。这颜色怎么变了？昨天还是灰白的。看着挺硬，不会一碰就碎吧？四少爷到底在搞什么鬼？族长居然真的由着他胡闹。石渊，10天之期已经过半，你说能造出煮水的东西呢？部落里昨天又死了一个老人，你最好祈祷能弄出来吧。我活了70多年，从未听过泥土能发出这种声音，居然还真的造出来了！石木，去打水。没漏，真的没漏！哼，装水不漏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命的是能不能上火烧。阿朵，
垒3块石头，把陶罐架上去。石木，塞满干出木柴，点火。都给炸开，更何况是用泥巴捏出来的东西。炸开呀！赶紧炸开！水动了！水被烧熟了。族长，生水里有肉眼看不见的恶虫，喝下去会在肚子里排卵，让人腹泻发热。用火把水彻底烧开，烫死里面的恶虫，人喝了才不会生病。这就是我要造的容器。这是图腾的启示。只有图腾才能赋予泥土抗拒烈火的力量。在这个世界，把一切技术归结于图腾，是最安全的做法。从今天起，部落里所有的老人和孩童只准喝用这个东西烧开的水。谁再敢给孩子喂生水，按破坏部落规矩处置。石原，跟我进大帐。烧出陶罐只是拿到了活下去的资格，真正要在部落站稳脚跟，接下来的这场对话才是关键。你变了，以前的你连看我的眼睛都不敢，遇到打雷会躲在帐篷里发抖，看到猎队带回来的血食会呕吐。我一直以为你阿母生下你是图腾给我的惩罚，一个连血纹都觉醒不了的废物，在荒原大陆连1天的口粮都不值。以前的石原生确实是个废物，但现在我能让部落里少死1半的人。哼，好大的口气！荒原大陆不相信眼泪，只相信价值。那个叫陶罐的东西确实能烧开水。老古说这是图腾的启示，是你在梦中得到了先辈的指引，是这样吗？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仙嘴？我只知道，在那天觉醒仪式失败后，我脑子里多了一些东西，火和泥土能变成石头。我试了，它成了。部落里有400张嘴。一个陶罐救不了所有人，我要你造出更多的陶罐，让每个帐篷都能喝上烧开的水。你需要什么？第一，我要河滩那片空地的绝对控制权，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生焰窑，特别是石虎。第二，我需要人手，石木和那个外族孤儿阿朵，以后专门跟着我制陶，不用再参加部落的其他劳作。石木是巨山的儿子，他天生神力，是个好苗子，迟早要进猎队。他现在还没觉醒，跟着我能创造比打猎大10倍的价值。阿朵手巧，能捏出最好的泥推，他们2个我必须留下。可以，他们2个归你调遣。第三，制陶需要大量的干柴和食物，我要部落每天供应我们3人足够的肉食，以及不受限制的取柴权。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部落的规矩，不劳者不得食。部落的物资极其匮乏，每一个果子、每一块肉都是战士们拿命换来的。你现在要我拿战士的口伤去养你们3个捏泥巴的？捏泥巴能让战士的幼崽活下来？族长，你算过一笔账吗？一个战士因为喝生水病倒，部落就少了一份战力。陶罐换回来的是部落的根基，这笔买卖难道不值几块肉和一堆枯木头？你这小子不仅胆子大了，嘴巴也变得像刀样一样利。这是青角鹿的颈皮，水火不侵，晚上盖着能防寒气。你的条件我全答应。从明天起，你们3个的口粮按列队副队长的标准发放，干柴你们自己去柴堆拿，谁敢拦，让他来找我。看来这场谈判我赢了，但我也有一个条件：10天之内，我要看到50个完好的陶罐。如果做不到，你今天拿走的东西，我会连本带利的收回来。5天，5天后，50个陶罐会摆在大帐门前。
第一步，算是彻底踩实了。你刚才在阿父面前的样子，很不像你。人总是会变的。你看起来很累。部落里每天都有人累死，我还能站着已经算运气不错了。老谷让我给你的，黑草捣碎后混了点蛇油，对火毒和烫伤有用。图腾的启示需要一双完整的手来完成，你最好别把手废了。祭祀仪器在部落地位超然，老谷这时候送药，显然是认可了我图腾起的借口，这对我接下来的计划百利而无一害。替我谢谢老祭司。5天后，我会让大帐前摆满陶罐。渊哥，族长怎么说？他没为难你吧？从明天起，你们2个不用再去采摘挖果子，也不用去专门跟着我捏泥团。你们专年的口粮，按列队副队长的标准去大赵那边领肉，干柴随便用。列队副队长的标准，意味着每天都能吃到一大块带着油水的红肉，这是部落里只有最强壮的战士才能享受的待遇。渊哥真厉害！先别高兴得太早。族长给了肉，也给了刀。5天之内，我们要烧出50个完好无损的陶罐，少一个，全都要用命填回去。5天，50个，渊哥，咱们用手搓泥条，一天最多也就搓出7、8个，放进火里烧还会裂开几个，这怎么可能能赶得上？